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环境设定。在右上角的这个环境设定，我们可以从这个齿轮把它点下去，然后第一个东西叫做 configuration。configuration 它要讲的就是 SQX 的环境设定。那 SQX 的环境设定，第一个 global， 它预设的开启是 turn off notification sound。这个东西就是它在执行任何动作的时候，它可能右下角会跳出一个小视窗。这个小视窗要不要有声音提示？通常我会把它关掉啦，也就是我会想要开启声音提示它预设如果是打开，是代表它不会有声音提示那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有声音提示会比较清楚一点。第二个部分，如果你开启的话，它在选取资料夹的时候，它会去记录下它的检视模式，还有它的排序方式那这边我会建议开启。第三个开关 Show Control Order when using NT5 Netting Engine， 这个是专门给 NT5 的 Netting 模式来去使用的。这里的 Netting 模式可能就是你有交易期货，那交易期货的部分，它的订单显示方式会比较不一样。通常来说，我们会建议这个选项维持关闭就好。底下我们看到 Windows Header Custom， 还有 Windows Footer Custom， 这个就是你在整个视窗界面的左上角打上一些你的注解或名称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去把它打上去。再来，我们看到 What result to display on default， 这里的意思可能有很多同学会卡住，你会觉得什么叫 portfolio， 什么叫 main backtest result？ 在 SQX 这个软体，它本身的策略绩效的结果的呈现，它会有两种状况。第一个是单一策略的绩效，第二个叫做投资组合的绩效。很多同学，我相信在进入到量化领域之前，你可能本身没有投资组合的概念，所以这边你会有点 confuse， 有点混乱，你会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它的意思是在告诉你，如果这个投资组合的绩效是存在的，那你要不要去让它显示出来？如果你的决定是要的话，你就可以选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它的预设值。如果你希望你里面看到的所有的绩效的结果表现都是主策略的一个绩效表现，而不是投资组合的话，你就选择主策略的结果就好。但是我会建议这边最好是选择 portfolio， 因为你选择 portfolio， 它只是在有 portfolio 的时候去显示 portfolio 的内容。如果今天它抓不到 portfolio 的内容，它还是会跳回去选择单策略的结果。好，这是环境设定的 global 的部分。再来第二个页签叫做 CPU。CPU 的部分就是让你去选择你要让 SQ 使用多少的 CPU 跟核心。这里它会秀出来的是执行序的数量，像老师的这台电脑它就有16个执行序，这16个执行序你可以全部都给 SQ 使用，你也可以设定一个数字让它只能使用多少的 CPU。假如你今天希望所有的执行序都让 SQX 使用，然后你这台电脑也本身不会去做其他的用途的话，你就可以维持它的预设值 Reserve One Core for UI。 这边它会去保留一个核心执行序，来让 SQ 的使用者界面可以正常运作。如果以老师的电脑来看，就是其他15个执行序全部都会拿去做策略开发，或者是做历史回测。那如果你的这台电脑本身还会有其他的用途，你可能不只用 SQX， 比如说你像老师一样会做影片的剪接，或者是会做一些程式的开发，那你就可能需要选择第三个 Custom Number of Core。 那这里的 Custom Number of Core 呢，我的建议是你至少要保留双核心给作业系统，所以你要先按照这个数量减2，减完2之后又有一核心要给什么？要给 UI。 那剩下的一核心可能你要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像在老师的电脑，如果还有做其他的用途，16个执行序我可能就只会给到12个。那假如今天同学的电脑你会有更多的其他用途的话，你的这个核心跟执行序的数量配给 SQX 的部分，你就要针对你的状况来去降低。那第4个选项是我比较不建议开的选项，因为这个叫做最大效能。最大效能就是让 SQX 去决定它要用多少的 CPU， 它有可能会把你的电脑资源吃光，所以通常来说我不建议开第4个，除非你这台电脑真的完全就只有跑 SQX。 好，那最后一个开关是执行 SQX 在高优先权模式。这里的高优先权模式就是
你发现你在执行 SQX 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到所有的 CPU， 你才去打开。假设它有办法使用到所有的 CPU 使用率会到100%的话，你就不要再开了。这个是给一些特殊型号的 CPU 来去使用的，比如说像它这边有写太新的一个处理器 P 或 E cores 的这种等级的，它才有可能会需要去开这个选项。好，那我们就来维持它的一个预设值。所以这边请同学按照自己的项目去勾选。那第一个叫做 Single Seed， 只用单核心，这个部分我就非常不建议，除非你今天的电脑等级真的很差，或者是你只是想测试这套软体，看看它 run 起来的状况是什么，你才去选择单核心。好，第三个页面叫 Performance， 这里的 Performance 它主要控制的是我们在运作的过程当中绩效栏位的显示数值的计算方式。这边第一个选项是你的计算方式永远都使用 pips 来去计算，第二个选项叫你的计算方式永远都用 percent 百分比来去计算。这里它都有去括号写清楚 recommended turn off， 也就是建议关闭。那第三个选项比较特别，它叫 computer matrix separated for every data part of the same type。这里它预设值是打开，打开的意思它底下有说明。Turn this on means that if you have your data divided into multiple OOS parts， 如果你把这个选项打开，就代表说你把你的样本外资料切割成很多个样本外的情况，它在呈现的时候，它也会按照不同的样本外来去呈现。举例来说，它上面告诉你，它把样本外切割成样本外1、2、3、4。那打开这个选项，它在样本外1、2、3、4看到的数值就会只有样本1本身的结果、样本2本身的结果、样本3、样本4本身自己的结果。如果你把它关闭，它看到的数值就会变成是把样本1、2、3、4的结果全部加起来显示。所以这边就请同学根据你自己的使用模式来去开启或关闭这个选项啊。如果你本身像老师一样不会使用到多重样本外的话，你关掉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你会使用到多重样本外，而且你又希望分别去看这些多重样本外的结果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差异的话，请你务必要把它打开。好，所以它预设值会是开启。第四个页签叫做 Memory，Memory 就是记忆体。这里的 Memory 它的选项就会停在一个24GB 的限制，也就是你可以告诉 SQX最大只能使用多少记忆体。好，老师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情况 SQX 会使用到记忆体。第一个，它在建立历史资料的时候，我们点选开发也好，回测也好，它都会先去建立你所选择的商品时间框架的历史资料。它会把这个历史资料从硬碟读取出来，读出来之后呢，它会把它放在记忆体里面，这样子它下次如果要用到相同的商品和时间框架的历史资料，它就不用再去硬碟抓一次出来建立，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去占掉你一部分的记忆体使用，这是它第一个会使用到记忆体的地方。第二个它会使用到记忆体的地方，是你开发出来的策略的数量，只要越多，它占用的记忆体就会越多。它会先把你的策略放在记忆体里面，然后它有一个选项叫做定时存档，或者是你自己可以手动存档。它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把这些记忆体的策略保存到硬碟。好，在这个过渡期间，它其实是记忆体跟硬碟都会共存的。你的策略数量越多，你的占用记忆体就越多。当你的记忆体被吃满，基本上你就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SQX 宕机，没有办法再使用。然后你下次要开的时候，只要一打开，它把这些策略又从硬碟读出来，满了，它就又宕机。好，所以这边我会建议尽量去控制在你的记忆体不要用的太多啊，不要用的太多。这边其实它有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就是它有没有一个绝对标准，说老师我到底让 SQ 去使用多少记忆体才比较好？我要跟各位说一声抱歉，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它没有标准答案
好，它只能有一个经验参考值。比如说像16GB 的记忆体，它大概整个 data bank 也就是它保存策略的一个数量，差不多在5000只左右。所以你可以去稍微估算一下你自己本身电脑的记忆体，大概每16GB 就是5000只，所以如果是8GB 大概就2500只。假设你是64GB，像我的电脑就64GB，最大的上限可能就是2万只，2万只策略。那这个2万只策略，如果再超过会发生什么事？再超过就宕机了，再超过就宕机了。所以它的上限值大概在这边。为什么我会说它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粗略的预估值，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实际的使用状况来去产出够多的策略，去做压力测试，看看你的总策略数量在 data bank 里面，它可以保存到多大的一个上限，然后 SQ 会出现宕机，那你大概就知道说，第一个我怎么去设定我的记忆体，第二个我大概要让我的 SQ 的策略产出的数量到什么程度就好。这个是一个临界值啊，这要靠经验自己慢慢去测试，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这边来讲，你如果要让 SQ 自己去决定最大的使用记忆体，你就选择第一个；如果你要手动去控制它能够用的记忆体，你就选择第二个，然后在旁边设定一个数字。好，那其他的项目的话，建议维持预设值就好。然后这里有一个叫做 Perform Memory Clean Up， 这个叫做清理记忆体它预设值是关闭的，然后不清我会建议你可以把它打开，然后选择大概是30分钟吧，或者是10分钟我自己是选择10分钟去清记忆体。那可是这个功能坦白说它的效果有限它的效果有限，因为有些记忆体它不能清比如说你本身在 data bank 里面的策略，它就不可能清清掉就不见了。再来就是你刚刚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所建立好的暂存在记忆体的历史资料跟时间框架，这个它也不会清因为清了等于是它又要再去硬碟里面读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只有什么？大概就只有你删除掉的策略，它会帮你清掉，大概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它的效果有限效果有限。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页签叫做 Data Bank。那这里的 Data Bank 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保存策略的地方我们后面会在跟同学做界面说明的时候会讲到保存策略的地方。这边就是老师刚刚讲的，请问你要不要让你的策略自动存档到硬碟？如果要的话，你在这边可以去设定它的时间它预设是1个小时，你也可以把它关掉，都不要自动存档那我自己的习惯是10分钟那你选好这个10分钟之后，右边有个按钮叫做 Apply to All Existing Data Bank。这个按钮就是你改成10分钟，按下存档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旧的 Data Bank 有可能它本身的一个选项，它是设定在没有存档，或者是1小时存档。所以你这边只要有改选项，请你在右边这里 Apply to All Existing Data Bank， 你就是要按下去，让它去做套用的一个动作。那它套用之后，右下角就会跳出提示。底下2个选项我建议是关闭尤其是第2个选项 Save Chart Data， 这是保存图表资料。这个如果打开的话，你的硬碟有可能很快就会被塞爆。这个就是代表说，我们在 SQ 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去看它类似像静止曲线图，或者是进出场点的位置的图。这些资料你要不要保存下来？其实这些东西我们看完大概就不会再去用了，所以你保存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要保存下来，那你就把这个开关打开。可是如果要保存下来，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硬碟很快被塞爆，因为图表很占硬碟容量所以它预设为什么是关闭是有原因的。这2个开关我都建议维持预设值关闭就好，因为这些保存的动作打开跟不开，它唯一的差别就是对硬碟的容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太会有任何的影响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页签叫做 Optimization。 它其实开关就只有一个告诉你不要保存 3D 图表的资料这里预设是开启，
同样的意思，如果你把它关掉，那它就会去保存优化的时候的 3D 图表的资料，它就会很占你硬碟空间。所以这个预设值我建议还是维持开启。最后一个叫做 Troubleshooting， 这里的故障排除呢，它有3个项目可以去设定。第一个叫做用 GPU 加速，预设是开启。如果你本身的电脑有独立显示卡，我会建议你开启这个项目，因为它就可以让你的 UI 运作更顺畅。第二个叫做使用记忆体保护，这边如果打开的话，它会在你的记忆体被占用到满85%的时候，来去避免 SQX 宕机。假设你在运作 SQX 的过程当中，刚刚的 memory 你是选择第一个或者第二个都好，可是你发现它会运作到整个画面冻结无法运行，那请你就来 Troubleshooting 这边把这个开关打开。那你预设值当然也可以先把它打开啦，只是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去避免说，当记忆体使用到85%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停止整个运作。比如说你的开发程序可能会被停止，你的一个回测程序可能会被停止，避免说它再继续进行下去，你的 SQX 就宕机了。那第3个项目叫做 Activate Debug Label， 这边预设是关闭的状态。如果你把它开启，它底下的警告内容它有讲，它就会把整个 SQX 在运作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些日志档案全部都显示出来，而且保存下来。你的硬碟有很高的几率会被塞爆，会被塞爆。假设你是关闭的，那它只有在 SQX 运作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跟状况的时候，它才会把日志保存下来。所以老师建议这边维持预设值的关闭就好。这几个页面就是 SQX 在第一次安装完之后的一个环境设定的说明页面。这边请同学务必要按照我讲的来去进行设定。设定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按下 Save。按下 Save 之后，你可以把 SQX 关闭，然后再去做重新开启的动作。那它就会把你刚才的设定全部去做套用。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内容，可以让你学习到如何进行正确的 SQX 安装，以及如何在安装完之后，把你的资料从旧版本复制到新版本。下一堂课要带给大家的就是 SQX 整个 UI 画面的编排以及介绍还有说明，让你更全面性的去了解到说，这个软体它的使用者界面是长什么样子。